我在这边拿到圈圈，在嗨卷开注500 ，COA 跟注 ，Button 跟注。小芒呢，这个玩家是一个常客玩家，这几天有跟他打到，不过他出马也没有带非常深，他刚好带一个3万，加注到了3B 到3600。我呢想一想，我决定4B 到9000，然后他 tank 之后，他的动作在算筹码。那这些动作其实他不是害怕，我觉得有些这些 rig 动作是想要表现他很害怕，然后再 all in。然后他在算筹码上当然笑了一下，他可能不知道我注意他，我有看到，但他就 all in 了3万。不过我们不可能盖这手牌，因为在这个6 max 来讲，这手牌实在太大，我当然是跟注。这集会邀请重量级澳门桌现金桌常客，分享所有你们想知道的澳门最热门的扑克赌场、杠仔、美高美 NGN 的级别、抽水、排队状况、其他餐券等福利。如果想安排来澳门打牌，或者想了解更多澳门扑克生态，千万不要错过。好，我是 Neven。那今天呢，第3天我们要搬饭店，住威尼斯先住了2天。我刚好妈妈之前来这边有一些公关的房间，所以刚好2天是免费的。然后搬到的是巴黎人。今天开始之前呢，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券。这个券呢，我昨天才知道，我好朋友 Ivan 跟我讲说，这每一天一定要去领。这个券是干嘛呢？就是像我打的是100、200呢，每2个小时会送2张，那一天最多送5张，一张价值是50块，总共是250块的澳币或者是港币，差不多意思。那后面的这个可以知道说哪家餐厅可以吃，所以呢，我就昨天晚上冲下去拿到这个多赚了250块。那每一天打都会有，每天早上6点会重新算一次。如果你早上6点不去领，就没了，前天就是没了。快，去快点！我听人家讲话，先不要讲话哦。好，帮我妈妈拿着路。1、2、3。好，今天啊，我觉得开始我觉得慢慢越进入状况，就是在现场是做8个小时，然后打现金桌这个节奏，我觉得也开始越来了解这边的桌况了，那也开始进入一些现金桌这种感觉了，因为其实你做长久跟你只打几个小时是有差的，经验也够嘛，所以其实可以马上分辨出来哪些是比较紧的玩家，然后再哪些是一些一般的常客，然后以及就是哪些是娱乐玩家。我觉得100、200的常客目前感觉大部分玩家会有一些攻防的3B 趴，但是4B 怕就遇到大家比较不想去对抗，因为可能大家想说会有更多一些游客或是找更好的机会，所以其实我还蛮喜欢去打一些3B 跟4B 趴，那希望在这部分可以去更享受这些内容的过程。那当然其实才几天，所以我也没办法去跟他下什么太多的结论，可能1个礼拜以后再给大家更精准的一些方向。当然我觉得打更长期的话，你越了解这些 rig 跟越了解这个局况的话呢，其实会有更多剥削在现场可以去调整。我觉得今天就是一样享受打好牌，把每个时间点去打好。那我们希望今天可以一样非常顺利。港币兑换需要吗？港币兑换需要吗？听到这句话，去过威尼斯应该都知道吧？从整个路上到厕所都会有这种人要跟你兑换港币。好了，我们现在去威尼斯打牌，拜拜。好，第3天，100、200一样，9人桌。我在这个 low 券啊拿到8一对，我开注500 ，COA 跟注，大盲3B 到2500。那我们的有效筹码还可以在这个桌子，我觉得要去跟注。跟注之后呢，3人底池 ，flop 开一个 K high ball。那我这边有一个4加1花还行，如果 racer 打基本上我会扣，除非他打注码太大。如果非常有诚意的话，3人底池要偏盖，结果3家都过牌，我们当然是不会打咯，他过牌。然后 turn 拿了一张上天堂的牌，就是8。中 set 好，那大盲这边呢 ，Racer 他继续打一个3800，然后我在这边呢，我想一想，因为这个后面呢是一个双花座，以及有很多买牌，我的范围其实在这个过程会让他觉得有很多的 semi bluff， 所以我决定这边照炮，因为我不想要 River 掉花，掉一张成顺，让他去阻挡这个冻结的牌之后就不敢去打价值，或者是很怕这些牌，所以我 raise 到一个8800。好，他想一下，跟注单挑 River 掉一张 A Diamond， 那这张 A 我觉得还不错，为什么？因为它的范围也会有一些后门花的 AX 去买花，或者他 flop 想要 check raise 一些 X 买花也不是不可能。好，那这个地方我决定 River 就很轻松的 all in 他这个底池的2/3，他的后手全部的筹码。好，他 snap fold。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它的牌应该蛮像是被盖帽的，可能中间超对吧，就是 K 以下的可能是10啊 JJQ 都有可能。
甚至可能就是一些想买牌没买到这样。好，那接着呢，这手牌我在 low jet 拿到 A2梅花，我开出500，COA 玩家跟注小盲3B 到2500，那这对象是一个中年大叔类型，所以我觉得跟他打翻牌后蛮好处理的啦，所以我决定抵抗跟注在有位置的情况。那我们单挑发不开一个 JJ8，那这个面呢基本上我们要放弃，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结果对方过牌，当然我也会过牌啊，因为这边下注在这个 bone 你要盖掉3B 帕的 range 很多牌是不太容易的。我们先过牌看看再说。turn 来一张7，那这张7其实对我的范围是比较好的，因为都在中间的发展性的牌，相对的我们会比较多这些手牌。结果对方又过牌，好，这边有趣了，我们大家双方后手这么深，所以你自己想个逻辑，对方中了大牌，很想要在这个没有位置的 turn 的时候，应该要去把帕造大，结果他没有造大，所以我觉得他的范围会蛮多是，例如说被盖帽的 J 的对子，甚至是什么2张高牌没有中。好，所以我决定在这边去做2发的配置 bluff。那我觉得 turn 不能打很大，因为 turn 打很大，你会不太清楚对方的范围，而且你又打得不像是你有很大的手牌，所以我决定在这边 turn 打一个很机车的注码，就是底池超级小1/1，1200。结果他摇一下头，马上 fold 牌了，蛮出我意料。当然，如果他跟注，如果掉一些中间更好的一张成顺或适合我的手牌，我会做一个非常大一些炸胡的注码。那相对的，其实我们 value hand 也会这样打。好，紧接着这手牌 UTG lamp 加1 ISO 到800，我在 button， 那我们都超级深的，所以我决定跟注。跟注之后呢，第一家 UTG 也跟注，然后他也跟注3连底池 ，flop 开一个9 high ball， 但我们中 set， 这边是 rainbow， 结果第一家跳出来 dunk 500，然后 racer 呢加注到2000，这边有趣了。我觉得在 button 这边，如果去扣的话，我们的牌会太过于明显，很多有关联的手牌或是很大的牌。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raise 好处就是会让对手不太确定我们拿什么牌，有点像操作，所以我 raise 到4500。当可能盖牌加1跟注，然后 turn 来一张 J， 这个地方呢我继续下注，他过牌后我下注的底池10000，非常重注，他跟注，好 river 来了 Queen， 他又过牌之后呢，当然这边我轻松的 all in 20000，底池在不到半趴就是20000，那你当然会说他会不会有 JJ， 他会不会有圈圈，我中 set 是不是送他？但你要想哦，他很多 JJ 圈圈，我觉得很大概率有可能3张 ，maybe 有时候会加回来，就算不加。他的 turn 的圈圈也可能会打回来，因为底池非常重，这么多买牌的情况之下，他不相信我，应该基本上都会去尝试的去跟我们打光。对，那当然我觉得这边太多牌，他可能勾到一对，或是他就是 AAKK， 也有可能很多手牌都会支付我们，而且底池这么重，结果想了超级久之后他盖牌，那他有可能是什么？可能10啊，或 AJ 啊，甚至是什么66啊，这些都有可能，88都有可能，因为一开始他是就是做一个 single 的一个 open par 这样子。好，接着呢，我又遇到大叔，打牌就是这么有趣，就是很容易遇到一些同样对手，那这是可能是个缘分。第一家开注700加1 CO button 全部都跟注，结果我在小盲我看我手牌拿到 King Queen 梅花。好，那有趣了，我们到底要3B 还是跟注呢？那我觉得跟注打这个多人底池会非常难打，而且你进去之后你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中 set， 你不知道你中一对 K 够不够大，所以我决定在这边去做一个3B 的挤压。关键在于第一家的 UTG 只有后手12000的筹码，所以我决定只要打到3600就足够，我不用打什么到4000、5000，因为第一家对他而言后面卡这么多人，他会盖就会盖，他会 all in 就会 all in。好，那么非常顺利的第一家盖牌。如果第一家 all in， 我们当然是要盖牌，因为第一家 all in 的牌局，我们 king 位置绝对不可能领先他的。好，结果第二家这个加1的这个玩家就是跟了大叔，前面我们对到很多把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已经对我产生一点疑虑了，就是不相信我，就觉得我怎么那么巧又在弄，又有牌，有这种事吗？好，那他在这边做了一个4B 到9000。那一路盖到我这边呢，我只需要补一个大概5000多一些。我决定在这边选择要跟注，因为我觉得他在这位置加1的4B 的范围里面有很多中间对子，比我 King Queen 小的下面的中间对子，甚至是什么 AJ 左右的些手牌，他的牌也会有 S Queen， 甚至真的有可能 AAKK 吗？我觉得不多，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桌框来讲，他可能会比较少这些手牌，因为后面玩家其实不太挤压，而且我跟他位置其实坐超远的，他怎么会料到我一定会夹住呢？而且我不是每把都在夹的人，所以我决定要抵抗这个4B 趴，而且我们牌也很不错。跟住之后呢 ，flop 开一个超好的爆面 J33 2张梅花，底池20000。我决定这边直接dunk all in 16000了，因为我们 all in 可以盖掉他一些可能 AX 的不够大的踢脚，可能会盖牌，甚至他就是也是跟我们一样的 King Queen， 也有可能他也会盖牌。好，我 all in 之后，他跟住，好 flop 开一个 J33。那我这边是 two over 卡带花，那我决定在这个底池20000直接dunk all in 16000，因为我们有机会盖掉他一些 A 小的可能4B bluff 的手牌，或者盖他一些可能，例如说最好的 A 可能 A10
然后再来就是它可能完全没有关联的牌，例如说跟我们一样的手牌 Broadway 的4B Bluff 也会盖。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是 all in 最简单，而且它如果是中间我们讲的就是对子，我们还有2高张跟买花，非常轻松的去跟它打光。所以我决定自己 all in，Dunk all in 之后呢，它跟注 Turn 开 A，River 开10枚花。好，我们秀牌之后它 JJ。好，那这手牌它3张中葫芦，所以我们就把钱赢的2位去给他了。对，那当然你会说这把牌会不会太平？可是我觉得我在这个桌上的这个 action， 我判断它是很多中对子，确实它是中对子，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呢，这 EV 来讲是足够的。好，紧接着呢，来到一个6人桌，因为有些人吊桌或是有人离座，我在这边拿到圈圈在 high 卷，开注500 ，COA 跟注 ，button 跟注。小芒呢，这个玩家是一个常客玩家，这几天有跟他打到。不过他出马没有带非常深，他刚好带一个3万，加注到了3B 到3600。我呢想一想，我决定4B 到9000，然后他 tank 之后，他的动作在算筹码。那这些动作其实他不是害怕，我觉得有些这些 rig 动作是想要表现他很害怕，然后再 all in。然后他在算筹码上当然笑了一下，他可能不知道我注意他，我有看到，但他就 all in 了3万。不过我们不可能盖这手牌，因为在这个6 max 来讲，这手牌实在太大，我当然是跟注，然后全部开10还包到底。OK， 他是 KK， 我们是圈圈输了。对，那当然你会说会现行中你打光100多个大盲，圈圈到底要不要打光 ，AK 到底要不要打光？你要想的是说，在这个 SPA 过程当中，对方遇到我会不会有 JJ， 会不会有10，甚至会不会有什么 A5 输体左右手牌？那 AK 是一定会有的嘛。当然，如果他有比我们弱的超队一阳组的情况之下，有一些比较夸张 bluff 的手牌的话，甚至什么 Ace Queen、A 小输体这些，那当然可能 AK 以上不叫 bluff 嘛，大牌。那当然 AK 是要赢我们的。那如果有这么多手牌，我觉得圈圈是不能盖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形象这桌来讲，我跟他打几天，也有跟他打一些3B 帕、4B 帕，我觉得必须要跟住。长期在我身上，我觉得 EB 是高的。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紧的玩家，你很少做这些 action 去跟对方长期打一些对抗的话，当然你的遇到的牌 always 可能都是比你大的手牌。好，那这把牌我们输了。好，紧接着来到这手牌，我 UTG 开出了 K10输体500，加1玩家跟注 COA 呢，这边3B 到2000，是一个日本玩家，那他大概只带100多 BB。然后 Button 这个人扣，然后盖到我这边。好，那我这边呢决定要4B Bluff， 这我的直觉就是他这把牌只是想要挤压，因为我可能开出频繁多，然后加1玩家要平跟住我，所以呢他这个 COA 我觉得牌没有到很强，那我决定 4 倍他，我4倍他到6500。然后他想一想，他盖牌。然后Button这玩家呢也非常痛苦之后盖牌，但我Button跟住我不害怕，因为他的范围会 camp 在非常多的中间的对子，甚至可能最好的大牌就是 Ace Queen 吧，或者是 Broadway 一些手牌，那我们可以看很多情况去决定翻牌后怎么去 triple barrel bluff。而且Button就是因为他扣，造成我觉得这边4B 显得非常强大，所以我才利用这个杠杆原理去做一个4B bluff。那我们就赢下这手牌了。然后讲到这边，有趣的是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输掉一手圈圈，跟那有一手就是一个 King Queen 输体。这2把牌呢，就是我的香港好朋友 Dicky 刚好坐在我后面看这2手手牌，他看完这2手牌，我就喷了55000港。然后后来这手牌我们最后4B bluff 有赢到，所以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啊，因为我们后来晚上有约一场聚会，所以我们大家都去吃饭。所以到了这个地方，我大概打了5个小时左右，那时候水下大概2万6、2万7左右啊，饭还是要吃，所以我们先去吃一个大餐 ，Let's go。今天第3天，难得约订到一家餐厅君悦的，这家就是可以专门吃海鲜吃到饱，波士顿龙虾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鱼都有，所以现在6点钟先来吃一下，然后刚好很有缘分跟几个香港好朋友一起吃饭 ，Ivan、Edo， 这是最年轻的，住在迪士尼旁边，叫 Dicky。去迪士尼可以找他，或者是女生的话，好，反正我们就现在先吃一次，吃完应该等下会去打牌。那我今天开始很顺，但是打到一半回来还是水下，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还是水下，就是扑克会这样，只是希望等下可以追回来，好不好？今天可以追回来。来这边碰到我好朋友是 Edo， 他是打牌已经打非常多年很厉害的玩家。那我想问一下美高梅一些扑克的状况，因为你应该非常了解。那扑克，你觉得美高梅现在的桌数跟你觉得环境如何？我其实蛮喜欢美高梅的环境的，比起威尼斯人比较人少一点，
太少一点，但是也不错的。好像说100、200，平均一天有2张，其他的6张50、100这样子。那它的有什么优惠活动啊？优惠他会打了2个小时，他会送一个餐券，每一天有2次这样啊。最后呢，刚刚打牌的玩家可能不了解这些赌场的桌况，你觉得美高美用简单来形容一下，你觉得这边桌况有什么差别跟其他地方？哦，他一张桌子最多8人桌。8人桌。对，如果有些黑卡就是 VIP 这些，他们打摆在了比较大的，就可以优先加1个人，这样9人桌。那你觉得鱼多不多？这最重要的问题。还可以吧，我觉得蛮好的。好，那谢谢。好 ，OK。哦，吃的超级饱，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吃了这个buffet啊，真的吃到肚子超胀了。后来我还是喝个咖啡，然后之后我先去美高美看一下桌况，整个客满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威尼斯。我们从美高美走回来其实非常非常远，走回来之后呢，大概这个距离就可以让自己还是有消化一下。那一样我们会打大概维持到一定的时间点，所以回来预计再打3个小时多吧。接下来继续打手牌。好，我在这边呢，没有什么一开始特别大的怕，但是我们打了很多关键的底词，例如说我们在这个 action 里面拿到 KJ 梅花3B， 拿到 Q10 Diamond 3B 隔离，然后拿到 QQ 4B， 拿到 KK 4B， 又挨手又赢。所以这么多的状况，我们也没有打太多翻牌，顶多翻牌对方盖牌，这样子种种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莫名其妙就赢回了1万多的港币。好，接下来这手牌 CO 位玩家的 Limp， Button 玩家跟注。我在小盲看了手牌，哇，吃完饭真的是犹如神力啊，一直有牌来，这是最开心、最简单的 easy game。我拿到 AA， 所以我当然在 ISO 1100。然后呢，这个 CO 位玩家他就是一个游客，然后他在这边竟然加注到3700，哦，我都快爽死了，因为他一直的赖过程就是一直 limit call， 他第一次加注。所以他这一3B 牌绝对超大。那我们看他后手他大概只有19000，所以不是非常非常深的筹码。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只用跟注的话，我很怕他进去可能是超队被盖帽，或者是 AK 没有中牌 ，maybe 他就会放弃。所以我基本上觉得他就是不会盖牌，但是又不想让 all in 他，怕他真的想要演我，然后下跑盖牌，所以我决定做个最小加注 ，4 倍到6300，他马上秒后 in， 我就看就跟注啦。好 ，Flop 开了10 eyeball 到底 ，River 开一个 J， 他是圈圈，我是 AA， 所以我们赢下这手牌，所以又进账了这么多，大概19000的港币。好，接着呢，这手牌 Low Jet Limp High Jet 玩家600，Button 呢，我在这边拿到 King Queen 黑桃。我选择3B 这个玩家，那这个玩家是一个属于感觉就是老玩家吧，很常打牌这种的一个中年的，穿的也蛮有 style 的，有品味的一个大叔。这种玩家呢，非常有这个 style。而且他筹码也抓很深，我们翻到65000，前面都有些盖一些牌给我，但这把牌我觉得他已经受不了，因为我在这个桌子就这么有牌，一直3B，这手牌确实也非常非常好手牌 ，King Queen 黑桃，我3B 到2100之后呢，盖到他之后马上4B 到我7000，但关键在于是我们后手非常非常的深，所以呢，我觉得在这边打个4B 趴是非常好的机会，而且我的频率会造就对手他们很多情况开始要反抗我，所以会打一些他们可能平常不会处理的手牌，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赚钱的机会。那我决定跟注，我跟注之后呢 ，Flop 开一个833，2张花是我的正门花，非常开心，因为中了基本上很难输。他过牌，那在这个 ball 我也不能下注，原因是因为83跟我的3B 扣4B range 没有太大关系，基本上都是比手中的2张牌是不是超对，或者是不是更好的高张。但是呢，它也会存在一些4B bluff， 但我的扣的质量其实会比较好一点，但它的超对也会比我多一些些，因为很多情况 maybe 我们会5倍。他过牌之后呢 ，turn 掉了一张5，又没过牌，他在这边呢打一个3500，当然轻松跟出了，我们是个 2 over 卡带花。跟住之后 River 掉4，所以都没掉花，也没掉我们高张，那基本上这把就是很难赢的，就是输定了。然后他过牌，那这个关键在于是能不能偷，底池21500元，答案是不太能偷，因为你自己想要对方打这个赖，很明确都是很多的中间的对子都有可能，甚至他 S King 也不相信我们，所以在这个 ball 我们只能 represent 我们是什么手牌，我们就是一个中间的超对，或是真的大超对，也可能有。最好的 set 是什么？是88了，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么小的手牌很难。A3 有没有可能不太会走这个 line， 因为很少，所以基本上我们也只能放弃了，没办法。然后他秀一个 A8， 对，那我们就输了这个手牌，很可惜啊，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把帕赢下来。接着来到这边，我在Button Open K10。那我们讲过，我不会因为我打回来开始水上就打得很紧，这不是我的风格。我觉得打牌我们不是打一天手牌，我们是打每把手牌，
长期抗战，所以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所以我 Case Open 500之后呢，大盲玩家3B 我们到2500，我们一样抵抗3B 帕，这是非常轻松一个手牌，而且这个大盲是一个比较激进会打的一个 reg 玩家，我们都一样非常深。然后 flop 开一个 A13，我们中 second pair 后门顺带后门花，对方下注一个小底池1700，我们轻松跟注，turn 来一张8枚花，非常好，我们后门花非常隐藏。然后他在这个8500底下注蛮重的5500，好，我们当然觉得好像没有很舒服、很痛苦之后跟入之后呢 ，River 来一张10超级完美的牌。掉花掉10都很好，但10比花更好，因为更隐秘。好，结果对方这边过牌19500，到底我们要打什么？我们要打很小的注码，还是 middle size 一半半帕，还是满帕，还是奥帕？那我们就要想它是什么手牌了。那我们是什么范围了？其实我们整个范围在这个 action 里面，抵抗3B 也多，我们也很多买顺的一些手牌，我们没有很大的 A 打的手牌。我们要去扮演的牌就是要么是33，要么是3条10，其实很少大牌，但是我们是3条10，所以我决定要让他真的有 A 的牌，甚至 AKA 圈付出很大的代价，或者他搞不好也有可以有10啊。他可能吃左边的一些suited hand，不想放过这些的 value， 所以我决定 river 打超级大，而且我觉得他有能力抓，我打一个 alpa 30500，他 tank 大概2-3分钟吧，结果他盖牌，就有点可惜，但我觉得我必须拿满价值，我不想打一个很小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他在这spot要偷鸡有点难，所以我想要赚到该赚的价值。长期我们玩这些手牌，我觉得 EV 才会够高，那让他也会非常不舒服。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呢？紧接着最后就是我们入实一些小3B 帕、open 帕，然后我们也达到今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结束今天了。好，今天打的牌啊，真的是起起落落啊，一下非常的顺利，但是老天永远都不会让你那么简单。然后我们掉了水下，然后又打回来，然后这一路过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扑克的日常。其实这种打回来的情况，我觉得真的比赢很多还爽，那个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如果你有在打牌的人 ，maybe 你就会知道这个感觉。要保时机的频率拉高，去多打一些3-4B 帕，想办法让自己创造自己属于自己的 value。因为当对手玩得更宽，我们就有机会赢到很大的帕。当然，我们今天是没有赢到这么多关键大帕，但我觉得很开心，很享受打了这么多的一些底池跟帕。好，那我们今天战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打回水上了，我们今天只有挣1000，然后加上我们前面2天的战绩啊，今天第3天的总战绩就是46200元，是我们的总战绩。补充一下，我们今天打的是一样打到快要8个小时，大概7.5小时左右。然后呢，我们的手牌数呢也大概打100多手左右。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喜欢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是 Nathan，拜拜。